夫君高中状元，被陛下赐婚他的白月光公主后，我写下诀别书，直接跳了江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，但很可惜，我穿越前不仅是省游泳队，还是冬泳横渡黄河纪录保持者。新晋状元得知了自己发妻跳河自尽死的讯时，悲伤过度后几乎一蹶不振，甚至差点以死相随。世人纷纷感叹状元郎之情深，我看准时机，立刻编了几本话本子，畅销全国。一日，我正数着卖书钱，盘算着再点8个男模时，却被人一把掐住了后领。我颤颤巍巍回头，就看见状元郎举着画本，眼神冰冷。与君诀别，来世再见。夫人，可让为夫好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皇帝的诏书送到宋府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洗衣服，推开厚重的大门，打头的太监看见我时愣了一下，而后趾高气扬同我说：“状元郎可在？出来接旨了。”我用身前的围裙擦了擦手，对着明黄色的诏书跪伏在地上。状元郎出去了。太监冷笑一声，对着身后的人说：“回去吧，这圣旨不能给一个洗衣娘接。”他们走后，我才知道，这圣旨是给宋史安和永宁公主的赐婚圣旨，而我，他的结发妻子，被太监认成了洗衣娘。谁都知道，永宁公主貌美性柔，是被皇上捧在手心里的珍宝，但是别人不知道，她本就是宋史安努力的动力之一。从宋史安中了秀才那一天开始，等这一天应该已经等了很久。我们婚后3年，一直未有孩子。宋史安的母亲曾来催促，老人家不好意思问我，就找到自己儿子。我去送茶的时候，听到宋史安这么说：“宋某必能金榜题名，册名就列。届时迎娶公主，当上驸马，你也少吃些苦。若是有了孩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今日他做到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啊。毕竟他也从未拿我当过夫人，如今放过彼此，应当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当晚我扶着从琼林宴回来醉醺醺的宋史安，沉了沉心。现在冬至未过，漓江的水还没冻结时，正适合投河自尽。我叫沈淑，是个穿越女。穿越过来的时候一穷二白，举目无亲，被认定是孤女。为了生计，我开始做些小生意，但是没想到这个时代，年纪大了不结婚是要多收税的。迫于无奈，我得找个人结婚。一来二去，就相中了同样清贫的宋史安。他家境贫寒，为了读书，早就花光了家里所有钱。放在现代，妥妥凤凰男。按道理说，我是看不上他的，但是架不住他实在好看。遇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替人抄书。我问他：“你一直都在这里抄书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小帅哥一句话就能让我晕头转向3天，每天都晕乎乎到他抄书的地方按时等待。所以我说的第2句话是：“公子可有婚配？”他看着我笑得温柔，露出唇边2个浅浅的梨窝，低声说：“没有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只要笑就是那样，对谁都很温柔。但那时的我被美色迷惑，二话不说就找媒人到了他家里。没过几天，我俩就成了合法夫妻。其实我在跟宋史安成亲后的第2天就知道他心里有人，但是我没在意。甚至他母亲当着我的面说：“这女子同你书房中挂着的画像好像，你是爱她这容貌，还是爱她这痴情？”其实不用别人说，我也知道我就是个小替身罢了，不然这样的大帅哥轮不到我染指。新婚夜，光是看着他褪去衣衫后的精壮腰肢，我就觉得这婚没白结。我们2个白天相敬如宾，晚上如狼似虎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反正我对这婚还是满意的。其实宋史安待我真的挺不错。刚成亲的时候天寒地冻，他怕我冷，就将所有衣物都包圆，亲自来洗。他第一次洗我的肚兜的时候，整张脸都是涨红的。我看得春心萌动，马上抓着人回到房间里，用身子给他暖了暖。夫君不必做这些小事。我的意思是可以找别人来干，他却摇了摇头。我能做的太少，可以给你的不多，就让我多做些事情，不然我难安心。看他这样，我也不客气，家里小事全都他做，剩下时间我来赚钱，他安心备考。后来他以第1名中了秀才，县令高兴，赏赐给我们家大宅子和2个仆人。但是我的肚兜还是他洗，
我的吃食还是他做。下人劝他不要那么辛苦。他对那下人说，若是我不做这些，你们去做，他不习惯。有钱之后，吃穿用度上宋史安从未短过我一点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他同门给了些江南来的莲蓬。我穿越之前家就在江南，见到莲蓬很是欣喜，一口气全都吃了，一点都没给他留。哪知道他非但没生气，还托人给我从江南又找来许多莲蓬。看着我吃得尽兴，宋史安也只是在旁一边看书一边剥莲子。我不好意思地同他道歉，他却说，若为夫不能给娘子些爱吃的东西，那我还不如当初那追求你的屠夫。当年同他一起竞争我的还有村西的屠夫，我看上宋史安后，那屠夫也就放弃了。没想到他记了那么久。他曾经说过，给我的一切都是他能力范围内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。我也信了，更加尽心尽力做那个小替身。虽然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什么，不过我的性子确实在他身边的时候更温柔了。我想，公主应该都是这样的吧，温温柔柔，小家碧玉。宋史安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，显得越发英俊，这让我有些愧疚，因为一开始我也只是因为他的皮囊而选择他，而我也没做什么切切实实的事。诸位应当也看出来了，我这人没什么别的毛病，就是好色。为了色相，我能做很多很多事情。毕竟我这人不喜欢欠人人情，得了那么多便宜，就不要想着卖乖，不然还要被人说不要脸。为了能多看一看这张脸，我决定帮助宋史安完成梦想。那时候宋史安还只是秀才，一门心思就是应试。我见他瘦得可怜，每日卖东西赚钱回来都买很多吃的，做生意也越发努力。别人笑我为了丈夫竟然痴情如此，也不知道值不值得。我很想跟他们说，你们懂个屁。宋史安可是会在晚上夜生活的时候，愿意点上灯让我看着的人，旁人有几个有他这般容貌的。我开始点灯、熬油、写画本，抽空还要做些绣活赚银两，搞得我年纪轻轻眼睛就有些不行了。写画本子的时候也有心无力。后来我听到他和他母亲的对话，在他进京赶考前的每一天，我都在喝避子汤，就是为了能不留下孩子，让他给别人抓住把柄。毕竟他的心上人可是公主，这样的千金之躯不能当后妈的。其实我很喜欢小孩，但是前段时间找医生看过，他说我此生难有孩子。算了，反正生了孩子我也养不起。现在宋史安终于高中状元，我以为我至少能过一阵子舒坦日子再走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公主就要来了。诏书下来的第二天，公主就来了。她真的很美，美到我完全不能想象她如何同早些年那个落魄的童生扯上什么关系。我打开门，看到穿着一身烟粉色软烟罗叶地裙的她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张了张嘴，第一句就是我们这边还没铺青石板，您这衣服脏了。她眼唇轻笑，还是她身后的侍女出声，公主这身衣服就不要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名贵布料。公主的视线在我头上的兔子玉钗转悠一圈，而后慢悠悠落到我脸上。算了，乡野村妇，粗鄙一些也是寻常。见到我第一面，她笑我粗鄙，我没在意。看着她那一身江南来的料子，我算了算，足够我吃莲子连着吃3个月了。永宁公主笑够了，才开口道：本宫今日来就是看看宋郎家中如何，没想到见到了你。本宫早就听说过你和他的事情，不过本宫大度，这件事就算了，明日你赶紧离开，别来碍我的眼。见他这样，我笑了笑。公主想嫁进来的心就那么急切？我以为只有村东头的王寡妇才会这么急着嫁人。永宁脸色骤变，当即吩咐手下对我掌嘴。我瞬间后退一步，脚尖用力，一大团淤泥被我踢到她裙摆上。公主大呼一声，跺着脚骂我肮脏，小脸气得通红。那几个嬷嬷刚要动手，却被她的惊呼吓了一跳，终究是公主仪态更重要。几个人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小心地牵着公主走了。她还是怕脏。转天，我就听到街头巷尾说着，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如何能配得起状元郎这样的话。家门口还被不知名的人送了一兜子满是油污的铜钱。我知道这是公主想用这招羞辱我，
他想表达我满身铜锈。可惜他还是道行太浅，根本不知道怎么侮辱别人，还白白给自己的敌人送了这么多钱。我兴高采烈把钱捡回去，洗干净，出门买了2两猪肉。公主以为她用这招就能让我退却，但是她根本没想过，我这人脸皮厚，压根不在意这些事情。因为我真正在意的人还没开口呢。琼林宴前一天，宋史安来找我。他中状元之前就同我分居，已经住到了别的院子，平日根本不会同我说话。公主昨日来了。他急匆匆地来，张口就问公主。我搅和着手里的东西，头也没抬。是啊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装满脏衣服的水盆里，清晰地倒映出他紧紧皱着的眉头。你往他身上泼泥了？不算吧，我就是顺脚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玩泥巴。他不愿同我说话，脸色铁青。反正他高不高兴早就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从他上京赶考，我跟着他的那一天起，除了做些夫妻间要做的事情以外，所有事情都各干各的。我以为他是想安心备考，所以也理解，没想到是那么早就想同我撇清干系了。赵叔来的那日，我洗衣服也是给自己洗的。他早就没帮我洗过衣服了，甚至连下人都不会过来帮我，因为他没交代过。下人最会看脸色，他们应该早就看出来我被冷落。还是我傻，等了这么久才发现。琼林宴那天，我破天荒起得很早，坐在梳妆台前，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。前些年刚嫁给宋史安的时候，我还没长开，如今到了最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打扮起来也不输京中贵女。我哼着歌，敲响了宋史安的房门。玉章，这是他的字，往常我都是这么叫他，只是今日他却一反常态，看到我就厌恶地皱眉。干什么？我听说今天琼林宴，进士可携家眷同去，我也想去。我很少向他说要什么东西，也不是不爱开口，只是觉得不好开口，好像开口要什么东西就会磨灭掉自己的自尊心了似的。今日我坦然开口，也像是将自尊放下，放到他的手边。我手心里捏着汗，不时用裙子擦一擦手心。他定定看着我，摇了摇头，转动头颅的动作像是极为轻松地将我的自尊甩开。不行，他的脸已经沉下来，像是我说了什么极荒谬的话一样。今日宴会人多杂乱，若是你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恐怕护不住你。见我倔强的眼神，他软了口气。往后宫宴很多，总会有机会去的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淡淡道，不带我去，是因为你要履行那个诏书迎娶公主，对吗？时隔3日，他从未提过诏书之事。可是就算是拖着，这件事也必然会发生。闻言，他皱眉，欲同我讲道理。陛下下诏，金口玉言哪能是我能左右的？我们走到今日都不容易，你不要再闹了。若是真的惹恼了公主，我如何能保下你？我静静听他说完。这样啊，那若是公主进门，我该去哪？宋史安垂下头，彻底不说话了。他不想看我，沉默就已经是他最好的回答了。我转身要走，忽然他开了口。公主同我说，你头上的兔子她有些喜欢，想。闻言，我扭头看他，在他躲闪的眼神下，拆下头上的兔子钗，放到了桌子上。那钗子是玉质，我一用力，上面的兔子就断裂开来。他望着那裂开的兔子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怔愣。我就不去了，钗子送他了。他急忙起身，安慰道，我会想办法抬你为平妻，不要气了。他想伸手拍我后背，却被我躲开。我微笑着看他，我说过我不去了，不用你安慰我，外头有人叫你，快走吧。琼林宴结束后的那个晚上，足够我想清楚很多事情。比如前世在松江，我下水救那个小孩前，他家里人哭着求我，周围的人也跟着恳求我。我脱衣服下水前的最后一刻，只有一个老妇人劝我，你自己的命也是命，你也还是个孩子，不用那么努力的，要先好好爱自己才对。现在我明白过来了，这次穿越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让我得到，至少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排在所有事情之前了。这一夜宋史安带着酒气回来，除了酒气，身上还有淡淡的兰花香气，这是公主的香薰，她来的那日我闻到过。我一直以为我对宋史安不过是见色起意，
毕竟哪个大色狼遇到如此极品都得变成舔狗，先舔上2口再说。可是看到他脸颊旁隐约的红色，还有身上若有似无的脂粉香气，颜狗还是很难生气，只能恶狠狠亲了2口他俊俏的脸蛋，顺便撩起他的上衣，摸了摸精壮的腹部。此时不耍流氓，更待何时？再晚一会就摸不到了。只是我上下其手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视线。我动作一顿，只见宋史安撑起身子，眼神涣散，忽地对我笑了笑：“囡囡，你身上好香，让我抱抱你。”接着他就用2个月之前的眼神看着我，温柔的像是可以溺死人。我顿了顿，终究是上前一步，在他期待的眼神中，又给他喂了一大口烈酒。睡吧，今日是他的好日子，别被我破坏了，免得日后想起这一天的时候，他也只会觉得恶心，被我又占了一次便宜。他和公主终成眷属，真好，往后他再也不用管我叫娘子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别人了。我抽了抽鼻子，感觉自己也挺划算的，没吃什么亏，还白白占了个美人好几年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咂咂嘴，将人从桌案上挪开。就在我要将他放回床上时，门房忽然来通报，说公主的随从来了。公主随从来了，也只是给宋史安送东西。他在琼林宴上喝多了，将一玉佩送给了公主。公主觉得他必定是醉了，不好收他东西，故而遣人将玉佩送还。什么都好，若是玉佩不是我送给他的护身符，就更好了。那随从趾高气扬看了看我，公主说，若是姑娘还要脸，就应该自己走。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门房惊呼一声。他指着我的手，那上面正滑落着大滴大滴的鲜血。我攥着玉佩的手太紧，将我的手心割伤。我缓缓松开手，玉佩跌落在地，碎成几瓣。瞧着地上的碎片，我心里忽然轻松了些许。有些人你留不住，不留其实也可以的。在门房不解的视线中，我将信笺放到他手上。明天宋大人起来了，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。等到门房再看到我时，我已经收拾好所有东西。说是所有东西，其实不过是一袋子公主给的钱，还有那根破碎的兔子玉钗了。原本我还对他有些滤镜的，直到他让我把这玉钗让给公主。钗子没什么特别的，甚至有些丑。这是宋史安中了秀才后得了第一笔钱后自己给我做的。我舍不得他买贵重东西，他就买来料子自己给我做了一个。这钗子上面本来应该是朵海棠花的，但是他越雕越是不像，最后索性改成了兔子。以往我很是珍惜的，但是那日同宋史安吵架，不小心给他弄坏了。好不容易找人加了层银给镶上，现在也就还给他了。修钗子的钱我就不找他要了，连同钗子和信我一并交给门房。第二天清晨，圣旨再来。这次宋史安在府内，他整理好衣着过来接旨，人人都同他道贺，好事将近。宋史安难掩脸上笑容，只是接旨的时候还是特意吩咐下人将沈夫人看好了，别让他搞出什么乱子。他了解我，知道我是烈女性子，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所以必然要做好完全的准备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圣旨他能接得顺顺利利，一直到他第二天上朝，他都没有看到我的影子。直到上朝结束的下午，京城中传遍了痴情女子为情跳河的事情，宋史安才真的慌了。那时我坐在距离宋府最近的酒楼里，将他一脸惶恐看了个通透。什么痴情女子跳河？他手中的帘子散落一地。宋史安扭头看着身后公主娇俏的脸，公主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。发现宋史安看向自己，他继续说道，就是听说最近有一个痴情女子为情所困跳了河。他摇了摇头，装模作样说，可惜一个好好的女郎竟然如此痴情，也不知道她的爱人知道会是多么难过。宋史安慌了神，因为我不止一次和他说过，他若是负我，我就从这漓江跳下去。他那时抱着我，用温柔的声音说，绝无可能。可是现在看看，果然世间无绝对。宋某今日身体不适，不能作伴，还请公主见谅。接着他也顾不上公主如何，转身就往江边奔去。门房见状，立刻拦住他的去路，老爷，沈夫人让我把这东西交给你。公主还没离开，见状
饶有兴致地从门房手中接过信封。见到信封的那一刻，宋史安一把将其夺过。公主吃痛惊呼，可是又不甘心自己手中的东西被抢走，当即就要去抓。宋史安直接将人推开，兀自拆开信。酒楼里我的视野不太好，我转了个身，看着宋史安颤抖着手阅我的信。那信我也没写什么，总的来说就4个大字：再也不见。不知道是我写的不够明白，还是他看不懂字。在看完信后，他彻底疯了一般，一双眼睛涨得通红，死死抓住门房的肩膀。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信？门房紧张盯着他，前天夜里夫人给我的，说等老爷醒了就交给您。宋史安脸色苍白，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。为什么今天才给我？昨天老爷要接旨，忙来忙去就给忘了。今天他找了那么多理由，其实无非就是因为我在这崭新的宋府里没有得到重视，所以习惯性无视我的要求罢了。宋史安看着他，眼神仿佛要吃人。还有没有什么东西？门房摇了摇头，在他的视线下又点了点头，用极小的声音回答：有个钗子，我看成色还行，就给当了。整个街道好像都安静下来了。宋史安的身体摇晃一下，脸上血色尽退。那个钗子是他最喜欢的。他垂眸盯着我的信，一张信纸被他攥在手里，变得皱皱巴巴。是我让他失望了。公主走了，宋史安攥着我的信站在门外，仿佛时间都定格了。接着他就好像忽然醒悟了什么一般，疯狂地朝着江边跑去。看着他这样，我忽然松了口气。还有最后一幕戏，幸好男主角愿意配合我演下去。我也朝着江边赶去。紧赶慢赶，我总算是在宋史安之前到了漓江边上。站在江边，望着湍急的江水，我忽然松了口气。这才是我最熟悉的领域。那情爱的局，我实在是融不进去。沈瑜，身后传来喊声。我转身，正看到急匆匆赶来，满头大汗的宋史安。见到我，他高兴极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简单就放弃自己生命的，别闹孩子脾气了，来，和我回家。我莞尔一笑。宋史安，我对你好是因为之前从来没人真的爱过我，谢谢你给我的那些了。我没什么能送你的，只能送你一个大好前程。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宋史安看着我的表情越发惊恐，他止不住的哀求：夫人，同我回府好不好？我摇了摇头，毅然决然跳下江水。坠入漓江之前，我听到宋史安绝望的呼喊：沈瑜。紧接着公主的叫撵就来了，她下来哄了2句。宋史安愣愣回头，我这才发现原来她在哭。顺着江水离开时，我看到她冲破人群想要跳下来，吓死我了。我就算是冬泳队的，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救一个成年男子。幸好他被公主的人拦住了。我的兔子钗还是被宋史安拿到了。原本我应当不知道的，但是当我回到当铺问询那根钗子的时候，才知道钗子早就被人赎走了。怎么一个两个都想要一根修补过的玉钗？当铺老板见我还没走，当下又推荐起其他东西。我摇了摇头，道了声谢就走了。从江水中爬上来，我用公主那日给的钱换了身行头，暂且还没离京。若是离开，恐怕也不能看到后面的好戏。听说状元郎发了疯，从当铺回来之后，每日都在江边驻足，一站就是好久。他手里还捏着那根玉兔钗。他将门房找了回来，一次一次地问我的事情。门房苦不堪言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。听到他说不知道，宋史安更加精神恍惚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还当他之前那么说只是说笑的，说我太自作聪明了。沈瑜本就性烈，我怎么还能一次又一次做出这样的事？门房看到宋史安手里攥着的钗子时，犹犹豫豫回答：夫人或许是太失望了，您从中了状元给了府邸后，一次都没有同我们下人说沈姑娘是夫人，我们还以为她就是个通房丫头。玉钗忽然就裂了，一节节被她攥在手心。她神情悲痛，望着手中玉钗，出神说道：那她为何要将这东西交给你？门房连连摆手，说自己不清楚。其实宋史安是清楚的，他当初为了雕这个玉钗，
左手食指上现在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。我最是珍视这根钗子，如今将它还回去，就是为了告诉他，与君离别，切莫回头。他的问题像是问门房，但更像是问自己。宋史安忽然不说话了，我坐在酒楼，望着他似哭非哭的眼睛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而后拿起笔，狂写3万字。果然，男人的眼泪就是女人的良药。这么一会，我就忽然有写画本的动力了。一边写，我的耳朵一边听着宋府的动静。不多时，我就听到熟悉的女声，是公主身边的嬷嬷。那嬷嬷对着宋史安焦急说道：“公主昨天看见那女子投河自尽，受到惊吓，如今寝食难安，还请宋郎君过去看看。”宋史安收起脸上悲痛，整理着装，转身就跟着嬷嬷走了。看啊，他就算是爱我，看着我跳河，也只像是丢失了一只宠物。公主只要招招手，他就忘记我这只宠物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不在乎了。新写好的画本卖出了高价，也多谢宋史安他当日跪在江边的呼喊，让我和他的事情被彻底传了出去。新任状元郎对发妻感情至深，被世人称道。我当即紧跟时事写了几本画本卖了出去，果然画本大卖，甚至传入宫中。不过这也让宋史安同公主的婚事彻底告吹。但是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此时我拿着卖画本的钱，已经坐上去江南的马车。太好了，老娘重获自由了。都说今日努力拼搏，明天8个难磨。此话不假。我和宋史安在一起多年，用他的身份捞了一大笔钱，应该也不算对不住他。此时我正坐在江南最出名的酒楼中听戏，台上花旦小生轮番上阵，我大饱眼福。酒楼中也热闹非凡，时不时高声欢呼，打赏的银子流水一般丢到台上，引得2个戏子更是卖力。戏后，花旦和小生卸了妆，被班主带到我面前。多谢沈小姐的戏本子，我们才能如此卖座。这戏班子演的就是我的画本改编的戏剧。为了能让我和他们继续合作，戏班子在很努力地讨好我。班主知道我这人对钱财不是很看重，索性直接带着花旦同小生过来。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几个更年轻还没上过台的徒弟，一水的年轻男子，脸蛋嫩的都能掐出水来。我看着这些人，眼神淡淡，毕竟是他们要讨好的人，我也不能表现得太高兴。他们留下，你出去吧。班主喜不自胜，对着我点点头，殷勤地将门关上，只留下我和16个小生在房内。你们都有什么绝活，展示一下。1号小生给我表演喷火，2号小生上来就耍了断花枪，3号小生吊着嗓子高歌一曲，直到刚才登台的小生直接站在我面前，将我的手放在他脸上，顺手拾起酒杯，就着我的动作将杯中酒喝下。好好好，喜悦再也难以掩盖，直接挂到我脸上。都好，都有赏。我呱呱鼓掌，从口袋中掏出银锭子，1人1个。坐在我旁边的额外多发2个。你坐我左边，你坐我右边，你坐我对面，其余人按次序坐好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当大人的自然是都要了。身旁的小生很是温柔，说话时生怕得罪了我一般，很是小心翼翼。我很是吃这套，又给了他一锭银子。小姐是何时来的江南？他问我。我来了有4、5年了。他拿着酒杯轻轻放在我唇边。好好好，就喜欢这种会伺候人的。那小姐可有婚配？我摆摆手，结过，离了，年纪轻轻就不要走结婚生子的路了。你看你这么好看，以后前途大好，不要想着在一个人身上浪费青春。他点点头，看着我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我刚想问他怎么回事，就听到包厢的门被呼啦一声拽开，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我的后脖梗就附上一微凉手掌。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我身后，熟悉的面孔占据我的全部视线。与君诀别，来世再见。夫人，可让为夫好找。原来夫人就是这么想为夫的啊。这时候我才想起前段时间从京城捎来的书信里，有最初我合作的酒楼老板的信。他在信里让我最近小心一些，我还以为是周朝要开始搞文字狱了，搞得我画本子都不写了，开始研究戏。
没想到原来的小心点就是这个。状元郎意识到这些话本子的主角是他了。然而此时为时已晚，我只能一点点转过头，对着男人露出笑容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江南了？是调遣过来了？终于再次见到他，但是我丝毫没有见到前任的那种小鹿乱撞，心里只想着如何逃跑才能不被这人追回版权费。好久不见，4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来人，给这位大人看茶。偌大的房间里，所有小生都被他的气场挤到一旁，只有刚才我多给了些银两的小生还够意思，给我们2人端来茶水。见到他们这些人衣衫不整，宋史安的脸黑了又黑。我让你过来查看人是不是在这，你就是这么看的？我顿时转头怒目看那小生，怪不得我能暴露得这么快，还能这么迅速被人找到，原来是有内鬼。那小生不好意思似的朝我笑了笑。沈小姐就喜欢这样的，属下也没有办法。她一回答，惹得我和宋史安的脸色都不好看了。我是好色，但是你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就破防了。想要恶狠狠瞪他一眼，算了，太帅。你还看他干什么？你现在还有婚配，怎么可看外男？我扭头看向宋史安，不然看你，你看你现在年老色衰，有什么看头？他脸彻底黑了，忍了忍，他挥退小生们，冷冷看我，为什么假死？没了小帅哥们，我只能看他。你负了我。宋史安一口气憋在胸口，娶公主只是权宜。我在宋府，洗衣做饭都是自己来，冬天的水很冷，我连一根柴都没有。你过得好了，却从未过问过我，你心里有我，但是恐怕有的不多。他眼中眸光闪烁，最终定格在后悔上。我只能这样。当初进入殿试，就有人告诉我们，夺得状元者会被赐婚公主，我无法同皇命抗争，只能想办法保你。公主嫉妒心太强，她若是进来后发现你过得好，只会让你受更多委屈。我不想说话。忽的，她从袖笼中掏出一幅画，这画其实画的是你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知道你不能生孩子，所以故意同我娘亲说我要上公主。她眼底闪过一丝痛苦和自嘲，谁成想竟然是一语成谶。我抓过画，多谢你的话，人就不留了，画我留下了。为什么不和我回去？如今我官拜三卿，能够护你了。他激动地站起，盯着我的眼睛。你早有婚配，殿试当日若是说出来，想必陛下也不会为难，只是你太懦弱。我回望他，在我强烈的视线下，他挪开目光。我轻笑一声，你想让我回去，你自问你变得勇敢了吗？现在你甚至都不敢看我的眼睛啊。最后我也将视线挪开。我其实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你错了，不能生孩子的人是你。宋史安还是走了。他走之前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，可以作为补偿。我问他能不能把他手下留下，他留给了我一个沉默的背影和阴沉的眼神。好吧，那宋大人慢走。没过多久，他那个手下还是回来了。沈小姐，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打趣问他。那手下抓抓头，我觉得还是同你在一起更有趣些。戏班子的班主正好进来。沈小姐，咱们新来了些花旦，您要不要看看？来来来，都来，都赏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